收听问题不大，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博二。那这期节目呢是我的单口，因为牧羊和赤赤最近都在忙博士的开题答辩，所以如果你想念他们，可以大概从4月份起在评论区催更让他们看到你的殷切期盼。今天呢，我想和你聊一聊我最近读完的一本书《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深深地震撼了我。那我猜你也许在小时候已经读过这本书，因为它是经典的儿童读物，全球卖了2500万册，国内好像是卖了1000多万册。或者呢，你像我一样，小时候错过了这本书，但是如果你现在翻开它，仍然会从中得到很深的滋养，就像我一样。而且这本书解答了我的一个困惑，就是这2年有一个说法叫重新养育自己。那为啥大家都觉得要重新养自己一遍呢？当然是因为觉得小时候自己没有被养好还要回去治愈童年。那么足够好的养育究竟长什么样呢？足够好的养育者，他们究竟怎么和小孩相处的？因为只有我们知道什么是足够好的养育，当我们想重新养育一遍自己，或者想未来把小孩养好，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仔细品味一下的话，养育小孩或者养育自己都有点像你去练书法，去写毛笔字你不仅要有做好的意愿，还要知道什么是好，并且有能力把这种好带入现实。我就继续拿这个写书法做比喻，你想把字写好，不仅要有我要写一手好字的意愿，还需要知道写成什么样算是好。我们要尝试临摹大师的作品，比如说王羲之、颜真卿他们的拓本，或者是市面上买到的硬笔书帖，在这种观察和模仿练习当中去领悟什么是好，然后尝试掌握这门手艺。而且能力练成了，也不是说从此你怎么写字都很优美了。比方说，如果王羲之他一边刷短视频一边写毛笔字，那他也不见得会比我写的好太多，对吧？还需要你在写字的那个当下用心认真的去做，不偷懒。那假设你学书法的时候只看见自己爸妈是怎么写字的，身边的人是怎么写字的，而且他们写的都不好，对吧？不咋地，写黑板报都不够格，好一点呢也进不了县里面的书法协会，对吧？那你想领悟出怎么写字才算写得好，这个难度着实有点高。这时候有一天你突然间遇到了一本王羲之的这个书法真迹影印版，那当然是如获至宝。我读窗边的小豆豆，就仿佛一下子看到原来王羲之是这样写的，原来书法居然可以写到这么好。在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里面有2位非常棒的养育者，小林校长还有小豆豆的妈妈。如果他们比不上王羲之的话我觉得省书法协会的专家也是够格的。那一个足够好的养育者要做到什么样呢？我之前看心理咨询师孙平博士有一个概括，我觉得很有启发。一个足够好的养育者要做到他在，他爱，他理解。我私下觉得就是说爱这个形容呢有一点模糊，因为很多时候养育者是爱孩子的，父母是爱孩子的，但是孩子感受不到，没有办法接收到，这个频率对不上，或者是说父母其实欠缺执行爱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把爱替换成尊重也可以，所以就是他在，他尊重，他理解。那足够好的养育可以做到什么样呢？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的主角小豆豆，也就是书的作者，他就受益于非常好的养育。小豆豆的大名叫黑柳彻子，今年91岁。我觉得他有一点像菊萍姐姐和欧普拉温弗瑞的复合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从20岁开始就在电视上面当主持人，早年是主持过不少的儿童节目，也当过演员。那从1976年开始呢，他一直在做一个访谈节目，叫做彻子的房间。到2023年已经累计做了12000多期节目，12000多期是一位马拉松式的主持人。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小豆豆长大之后成就斐然，是一位杰出女性。然而时间倒回到1940年前后，
在小豆豆7、8岁的时候，如果不是有他这么好的妈妈，有小林校长的呵护，那小豆豆其实很容易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叫问题儿童。为什么呢？因为小豆豆他的脑回路可能比较清奇，他有一种独特的天赋，总是能够无意之间严重扰乱课堂秩序，以至于在第一所小学开学没有2周老师就把他的妈妈请来了学校，说您家的小孩我们实在是教不了，您还是另请高明吧，就是要让小豆豆退学。那小豆豆究竟做了什么呢？首先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学校的桌子很有趣，不像我们现在的桌子是这个抽屉式的，可以把抽屉拿出来放东西。这个桌子呢，它是像垃圾桶一样翻盖式的你把桌面掀开，然后可以把东西放在桌子的肚子里面。于是小豆豆很兴奋，没见过这样的桌子他就反复的把桌子开开关关。老师提醒他说，你没事的时候你不要总是玩这个桌子。小豆豆就觉得 OK， 那我有事的时候再翻呗。他就把笔记本、文具盒、课本一样一样的放到书桌里面，每放一次就开关一次，然后他再一样一样的拿出来，每拿出来一次开关一次。他需要用橡皮的时候就翻开桌子把橡皮拿出来，用完之后立马再翻开桌子把橡皮放回去，没到10秒钟他又要用橡皮，就再来一遍，最后老师就崩溃了。总算等小豆豆对这个课桌的新鲜劲儿过去了，他又有了新的好奇心。那个时候呢，他们学校旁边可能就是在马路边上会有这种艺人团体路过书里面说是宣传艺人，我估计就是一种可以吹拉弹唱的乐团。所以说上课的时候，小豆豆就站在窗子边，看到艺人就大声的和艺人们打招呼，恳求他们演奏一曲。那乐团看见小学生这么可爱的拜托自己，就真的演奏了。这下好了，连隔壁班的老师都没有办法上课了。再有一天，课堂上老师正在讲课，就听见小豆豆抬头大声说，你们干什么呢？结果发现小豆豆是在跟燕子说话。诸如此类的事情可能每天都在发生。就这样，小豆豆被第一所学校退学了。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联想。我会想到，如果放在当前，如果小豆豆仍然生活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他很可能会得到一个诊断，叫做 ADHD 注意力缺陷综合征。因为这个疾病的特质就是小朋友会很冲动，过于活跃，自己的思维特别发散。如果更早一点的话，比方说90年代，就想象在中国的一个学校吧，那他很可能会被认为就是意志品质有些问题，品行不端每天在课堂上故意调皮捣蛋，吸引大家注意，和老师作对。我们可以想象各式各样的标签去贴到他的身上。那回到家，挨打挨骂是少不了的。然而小豆豆的妈妈不是东亚最常见的这种家长，她并没有去责怪女儿你的小脑瓜究竟在想些什么，你给老师添这么多麻烦，你都被退学了，我又要重新给你找学校，你真讨厌。她这些话都没有说，她甚至没有告诉小豆豆说你其实是被退学了。也许妈妈内心会觉得不想要小豆豆这么年纪小就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不被接纳，所以她一直等到小豆豆20多岁，妈妈才告诉她其实你当年是被退学了。那小豆豆接下来去哪里上学呢？妈妈就去找到了一所很独特的学校，巴学园。这个巴学园堪称是学校里的世外桃源，堪称理想学园。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最震撼的就是巴学园这样的学校居然真的存在过，而且是在1940年，那么早就已经出现过。那这所学校呢，只有50个人，算一算，其实每一个年级也就是8到10个人。这个小学里面有很多特别的孩子，比方说像小豆豆这样普通的学校无法接纳的学生，也有一些身体情况特殊的小孩，比方说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泰明同学，或者是个头矮小再也长不高的同学，这个同学叫高桥。看描述，我估计高桥同学的情况可能有点像《冰与火之歌》里面的小恶魔提里昂，
也许是生长激素的一些原因，他就再也没有办法长个子了。那也有一些比方说特别擅长物理的小天才，后来是成了大科学家。然而这些各式各样的小朋友在巴学园，无论是学习、玩耍、成长，都非常的快乐自由。成年之后他们的发展也很好，而这一切的关键呢，就是校长小林先生。小豆豆第一次见到小林校长就喜欢上了他。为什么呢？其实这个第一次会面有点像一个面试，决定了小豆豆能不能来学校入学。那就面试而言，这可能是全世界最独特的面试了。校长一见到小豆豆，坐下来说，好了，你和老师说说话吧，说什么都行，把想说的话都说给老师听一听。那小豆豆本来以为校长会问自己问题，让自己回答。他一听到校长说说什么都行，内心特别开心，立刻开始说起来。那小朋友嘛，他说话的顺序方式都会有点乱七八糟，但是他就拼命的往外说刚刚我来的时候这个电车跑得非常快以前我读书的那个学校，我们班主任老师特别好看，那个学校里面呢有燕子窝，那我家里面有一条狗，名字叫洛基，洛基会握手，洛基会道歉，他在吃过饭之后还会向大人们表示我很满意。那小豆豆又想起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曾经把剪刀放到嘴里面咔嚓咔嚓的剪着玩，老师看见之后很生气的说会剪掉舌头的，但是小豆豆还是玩了那么好几次。就这样小豆豆一件一件的说起来，校长就边听边笑，点着头，时不时还会问一句后来呢，小豆豆就更加开心，说个没完没了。慢慢的终于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了，小豆豆想着我还能再说点什么呢？这个时候校长问，已经没有了吗？小豆豆心里面觉得就这样结束谈话未免太可惜了，好不容易有人这么愿意专注的听自己说话，对吧？因为小林校长在他讲述的时候一次也没有打哈欠，一次也没有露出不耐烦的样子，他的身体一直向前倾专注的听着小豆豆的表达。小豆豆的脑筋就急速转动，最后突然想到有了，我又发现了一个新话题。我今天来见你的时候衣服上面的这个领子妈妈不喜欢。说完这一句呢，小豆豆绞尽脑汁也想不到新的东西要说了。校长站了起来，用温暖的大手摸一摸小豆豆的头，说好了，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这个时候小豆豆感觉自己生平第一次遇到了真正喜欢的人。后来他发现校长足足听他讲了4个小时，从8点到12点。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校长一直在专注的倾听着，无论是在之前还是在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大人这么认真的听小豆豆讲话了。我读书读到这里的时候特别的感动。我想到以前不知道在哪儿看过一句话，叫做专注的倾听几乎等同于爱，那么被专注的倾听就会让人感到被爱。那类似的，小豆豆的妈妈也是一个这样很尊重小孩的人。比如说小豆豆小时候很爱做的一种游戏是钻泥巴，就是从泥巴下面那种用铁丝网覆盖的地方，像狗一样挖个洞，然后钻过去再钻回来。因此呢，她身上的这些漂亮的小裙子呀、小裤子啊，总是会被挂成破布条。而小豆豆的妈妈并不去责骂或者是惩罚豆豆，只是会好奇为什么连内衣都会被勾得成破破烂烂的，结果发现自己家的小孩这个玩游戏实在是玩得太有创造力了。所以了解这一切之后，小豆豆的妈妈又抓紧给他做新裙子。再比如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消息，在成年之后，这个小豆豆成年版黑柳彻子，他曾经和一个医生订婚，然后这个医生可能也是家世非常好，但是在结婚前呢，小豆豆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爱对方，他担心自己以后还会遇到更爱的人，所以说他就决定还是退婚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妈妈也只是说那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吧，她并没有强行的绑架女儿。
我们知道这个日本和国内的性别观念，东亚三国手牵手，随先进步，随是狗，对吧？保守程度其实是不相上下的。所以小豆豆的妈妈在这种环境下能够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她会尊重女儿的意愿，而不会用自己的意志或者是社会的意志，用传统的道德观来凌驾在女儿的意愿之上，这是我很佩服的。而且我回想起当年其实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个时候是我上小学2年级，有一次妈妈出差把我带上了。那同行的呢还有一位叔叔是妈妈的同事。在火车上呢可能需要那么2-3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机缘，总之最后我对着那个叔叔把我的语文课本从头到尾每一篇课文都背了一遍。那其中可能比方说背到第8篇的时候还一时忘记了就是课文是什么，所以等到整本书背完之后突然想起来还要返回去又把这篇课文也补上了。那我现在回想的话，我会觉得那个叔叔人真的很好，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小学2年级的课文对于大人来讲应该是比较乏味的，更不要说我当时好像是正在换牙，所以说讲话可能讲的是唾沫横飞。不仅如此，就像小林校长一样，他应该是没有不耐烦，也没有露出这种厌倦走神的表情，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一个很敏感的小孩，如果捕捉到了这些信号，我也会就是很羞赧的退缩的。那既然我能背完，说明他当时应该是有专注的去倾听。现在我已经不记得这个叔叔长什么样子，也不记得我们中间的任何谈话或互动了，但是当时能够被专注的倾听能够得到欣赏的那个感觉，在我向大家描述这些的时候还能够重新回到我身体里面。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讲，能够如此专注的被倾听，确实是一份很大的礼物。那再延伸到就是我们想重新养育一遍自己，你对于自己头脑里面冒出来的那些零散的想法，很不成体系的这些想法，有没有这样足够的耐心呢？其实之前我们成瘾的那期节目也有说过，人很多时候是很厌倦和自己相处的，想要从这个身体当中跑开，想要去找点别的，而不能够静静的待在这儿什么也不做，然后感受我当下的感受，我有什么样的想法，去很细致沉静的就只是和自己的这些想法相处。这个事儿还有那么一点难，特别是考虑到你要像小林校长这样带着一份欣赏一份信任来观察这些想法的升起落下。那在之后的很多故事里面，我会发现小林先生他是一位顶级的理解者，他面对孩子的时候特别有同理心，能够理解孩子想要什么，能够理解面前这个独特的生命，这个稚嫩的灵魂他在渴求什么。所以小林校长能够把孩子当作平等的个体去看待，他不仅能够理解小孩们意识到的事情，还能够精准地抓到这些孩子潜意识里面的心理需要。而这一切以什么为基础呢？就是以他这种专注的倾听，这种理解的意愿为基础的。我刚刚提到他能够精准地把握住小孩潜意识里面的心理需要，我觉得书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也很有趣就是小豆豆有一次扎了小辫子，因为他一直在憧憬大姐姐们的马花辫，小朋友也会爱美嘛，所以他就一直在留长头发。终于有一天长度足够，然后让妈妈给自己扎了小辫子，特别希望同学们给自己赞美。结果呢学校里面的男同学完全不解风情，不仅不夸他的辫子好看，而且还说你这个辫子像电车的吊环，然后两手去抓他的小辫子，一下子就把他拖倒了，又想要拉着辫子把小豆豆拽起来，就像拔河一样。小豆豆非常的伤心，去找小林校长，然后说男同学大荣军拉着我的小辫子喊着哎呦哎呦，就是像拔河那样喊号子嘛。而小林先生呢
看着小豆豆，跟他说：“不要哭呀，你的辫子漂亮极了。”这个时候小豆豆抬起了他满是泪水的脸啊，很害羞说：“老师也喜欢这些小辫子吗？”校长先生说：“很好看呀。”就听到这么一句话，小豆豆的眼泪一下子就停住了。他说：“就算大荣君再这么哎呦哎呦的拉我的小辫子，我也不会哭了。”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我真的是佩服这个校长像手术刀一样的精准的洞察，他一眼就看到小朋友可能是爱美了，所以在这里他并没有一昧的去对小豆豆说那个男同学真不该，而是很精准的把握到了小豆豆自己内心很底层的一个渴望，就是他的好看，他的用心打扮会被人看到，会被人赞赏，这是很精湛的儿童心理学啊。那当然事实层面上面要做的事情也不能够忽略。不一会儿大荣君就来小豆豆面前向他道歉，说：“对不起，我不该拿你的辫子，校长先生教训过我了，他说对女孩要友好，一定要尊重女孩。”所以就这样，小林先生非常妥善的处理好了这一次的风波。那么我们之前有提到，一个好的养育者要尊重面前的这个小孩，要把对方看作一个有思想、有人格能够为自己做决定的人，而不因为对方是一个小孩就说你小屁孩你懂什么，而不会这样表面或者是在心里贬低对方。那这种尊重呢，在小林校长与孩子们的相处当中也是一以贯之的。比如说小豆豆在巴学园读了2-3年之后呢，他非常喜欢这个学校，于是他决定自己未来要来巴学园当老师，所以说他就郑重地跟校长做了一个谈话。他跟校长说：“我长大以后要做这个学校的老师，一定做。”然后小豆豆以为先生会笑起来，但是小林先生没有笑，而是非常认真地问说：“我们能一言为定吗？”脸上的表情非常的郑重，好像是真的希望小豆豆能够成为巴学院的老师。那小豆豆就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说一言为定。再比如说，小豆豆曾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蝴蝶结，是姑姑送给他的。这个蝴蝶结呢，是从一件洋装上面剪下来的，是进口货，它很大很美，然后那个绸子那个材料也是非常的华美。结果呢，小林校长的女儿美代也是一个小朋友，她看到小豆豆的这个蝴蝶结之后也想要，所以当小林先生发现这个进口货确实是没地儿买的时候，他就对小豆豆说：“小豆豆，美代总是吵着要这样的蝴蝶结，你上学的时候可不可以不戴这个蝴蝶结呢？如果这样就太谢谢你了，实在对不起，拜托了。”所以小豆豆听完校长的邀请，抱着胳膊在那边想了一会儿，然后他就爽快地说：“好，那从明天起我就不戴这个了。”小林先生回复他说：“是吗？那太谢谢你了。”那为什么小豆豆愿意就是不再戴蝴蝶结呢？因为他会共情，觉得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个校长先生拼命的去各个商店找蝴蝶结的样子还挺可怜的。而在巴学园呢，因为小林先生的教导，所有人对别人的困难都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帮助，所以他也很愿意帮小林先生这个忙。而我从这个故事里面更多的感受到的是，这个小林先生他作为有权威的一方，就是他并没有去找一些借口或者使一些阴谋诡计让小豆豆不要带蝴蝶结来。当他发现就是自己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满足女儿的愿望，也没有办法消退女儿的欲望的时候，他的选择是来像拜托一位大人一样郑重的拜托小豆豆。所以这个里面体现出了一种很深的尊重我不能说我觉得可能小林校长这个做法是十全十美的，但至少在这个事件里面，他的女儿，然后小豆豆，还有包括小林校长自己，其实都得到了尊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那类似的事情呢还有很多。其实在小朋友和小林校长这样的相处当中，他们时常会感觉到一种满足，这种满足就来自于有大人对于我很信任，把我当做一个很有人格的人来尊重。
这种被好好的对待的感觉是很能够提升一个人的自尊，让一个人感觉良好的。坦白说，我对于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尊重呢？我反思了一下，我觉得我没有。我更多的时候是在苛责自己。就比方说前面提到小豆豆跟小林校长说未来想来巴学园当老师，但是呢在这个志向之前他已经切换过好多次志向了。有的时候想去电车上面卖票，有时候想当芭蕾舞演员，有时候想要当女间谍，这些想法都像风一样过来过去。但是校长能够去尊重他，哪怕这只是他此时此刻有点上头的心愿，我觉得我在这个尊重的态度里面学到了很多。所以以后好像我也能够透过小林老师的做法，意识到我可以去尊重自己的愿望，哪怕他们只是我此时此刻一闪而过的愿望，我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对自己的苛责。那前面我们提到了足够好的养育者有2个很重要的部分，他们理解，他们尊重他们把小孩当作独立的值得尊重的人看待。那在此之外，我还领悟到小林先生的一招内功心法，这个心法贯穿了巴学园的教学活动还有他跟小孩的相处。如果我们能够修炼得来的话，对自己，对于我们养育的对象都受益无穷的。是什么呢？我先卖个关子，我先跟大家描述一下巴学园是一所多么奇特的小学。首先，每一天这个同一个班大家上的课程表是不一样的，就每个小孩都可以从自己最喜欢的那门课开始上我先上语文，你先上物理，他先上体育，都可以。那么同一时间呢，可能一个教室里面的8、9个孩子分别在上不同的课程。其次呢，如果说大家这一天学得很用功上午就把今天的学习计划都完成了，那么下午孩子们就可以去散步，而且他们散步是出学校的，是去公园里，去河堤旁边，去旁边的寺庙里，都可以的。再接下来呢，当校长在学校里面就是开了新的图书室的时候，他跟孩子们说，这里摆的书谁都可以读，读哪一本都行我们不要说几年级的学生该读哪一些，只要你喜欢，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所以在巴学园学校放学之前，大家都恋恋不舍，不愿意离开。校园里面有的小孩正在玩球，有的在玩单杠，有的在修理花坛，也有小孩在爬树，大家都随心所欲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爱做实验的小孩也可能是正在自己的小实验台前面用试管玩玩这个玩玩那个，还有小朋友在图书馆里面看书。总之大家都是兴高采烈的。我们知道小朋友在发展当中很重要的3个感受是安全、自主、胜任。那我刚刚讲的小林先生的这些做法，这些课程的设置，都是能够很好的呵护孩子们的兴趣和自发性，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自主的。那就胜任这一个环节而言，巴学园里面开设的课程呢，不仅能够让小朋友们培养能力觉得自己很能干，而且呢还不怎么花钱，或者说至少说花费比较少吧。有很多这样的项目，比方说每一天午饭的时候呢，小林校长要求大家带午餐来学校，要带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那海的味道呢，就是鱼呀、虾呀、紫菜呀；山的味道其实也就是陆地上面的作物，这个肉、蛋、奶、山芋、梅子呀等等。就这样，没有小孩会觉得我讨厌吃鱼肉卷，或者是说旁边的小朋友吃的菜很高级，我的菜很寒酸这种想法。只要饭盒满足具备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孩子们都会兴高采烈。再比如说，学校会请农夫来教大家怎么样种地比如说怎么样用锄头翻地，怎么除杂草，怎么样播撒萝卜的种子，怎么施肥甚至在教的时候呢，不知道从哪儿钻出了一条小蛇的时候，老师还告诉大家
这一代的蛇呢都没有毒，只要我们不去惹它们，它们是不会主动攻击我们的。还有相关的一些关于虫子、鸟儿、蝴蝶、天气的知识，都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传授给了学生们。这本书里面其实没有提过分数，没有提过考试，但不妨碍巴学园的这些学生后来都发展得很好。那么前面我说的小林校长的这种内功心法是什么呢？我把它叫做资源取向，就是他总能够拿放大镜去看优点，然后又放大这些优点。他总能够在一件事里面，在小孩的行动当中看到积极的有资源的部分。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来描述小林校长的理念。他说，无论哪一个孩子，当他出世的时候，都具有优良的品质。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影响，有来自周围环境的，有来自成年人的，所以这些优良的品质可能会受到损害。因此我们要早早地发现这些品质，并且让他们发扬光大，把孩子们培养成富有个性的人。那他是怎么样实践这些资源取向呢？比方说呢，巴学园当时在每天的午餐之后，会要求一个小孩来练习在全校50名同学面前讲话，因为小林校长觉得孩子能够在别人面前清楚、自由、毫不羞涩地表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而有一天，有一个小男孩该讲话了，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想说，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那小林校长就很友善、很耐心地引导他。最后小男孩挠挠头说，今天早晨我起床了。大家听着都觉得有点好玩。然后校长两只手叠在一起，微笑地看着小孩，说，很好，就这样，大家现在知道你在早晨起床了，并不是说有趣的事情或者令人发笑的事情才了不起，而是像你这样本来觉得没话说，找到了可说的话，这才是最重要的。于是那个小孩用非常响亮的声音说，然后呢，妈妈对我说快刷牙，我就刷牙了。这个时候校长拍起手来，大家也拍起手来，于是男孩声音更大了，然后呢，我就到学校来了。这个时候所有的人一起热烈地为这个男孩鼓掌，连男孩自己也鼓起掌来。这个鼓掌的情形，相信这个男孩可以记很久很久。那我带入小林校长的角色想了想，如果是我在现场的话，我可能会很庸俗的想，那这个小孩好羞涩，或者是说他可能真的没有什么想说的吧，那就算了。但是小林校长会从中间看到一种资源，并不是说说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才了不起，而是原本没话说的人透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可以说的话，这才是最重要的。小林校长能够看到这种资源，这也是让我很受启发。我会想到我的想法是有点僵固性思维的，我是用很静态的眼光在看这件事情，而小林校长是成长性思维，他会看到小孩身上一定可以有成长的潜力，一定有这样的资源可以挖掘。类似的，我们可以想象巴学园里面不会有厌学的孩子，因为每一天早晨小学生们都可以从自己最喜欢的那门课开始学起，能够在一大早就开始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一定会觉得很幸福。而不喜欢的那些科目呢，放在放学之前完成就可以了。那前面我们还提到过，巴学园里面会有一些身体条件比较特别的孩子，比如说个头矮小再也长不高的高桥同学。小林校长总是在对高桥同学说，你绝对能做到。不仅如此，巴学园的运动会几乎可以说是为高桥同学量身定制的。这些比赛项目在让所有的学生玩得开心之余，还能够让高桥在每一个项目里面都拿第1名。比方说巴学园的接力赛呢，是需要跑上台阶再跑下来，但是这个台阶每一级都比正常的台阶要矮很多，而且比赛规定只能一级一级的上去，再一级一级的下来，所以腿长的小孩反而有劣势，高桥同学反而有优势。因此小林先生希望透过这样来设计比赛项目，让高桥总是拿第1，让他感受到那种拿第1的自信。我第一次读书读到这儿的时候，其实稍微犹疑了一下，
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是太刻意了？但很快我意识到，小林校长要能够这样设计项目，首先他得要意识到，其实像高桥这样特殊的身体状态也是有独特的优势的，然后他才能够去设计出这些奇奇怪怪但是能让大家玩得开心又让高桥拿第一的项目。这是我最佩服的，刻意不刻意都是其次了。那长大之后的高桥虽然仍然像在读小学低年级的时候那么高，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身体上的缺陷而怀有自卑心理。他从很好的大学的电气工学系毕业了，然后在公司里面做人际协调工作，做得也很出色。类似的，我们说过小豆豆是一个思维方式很奇特的小女孩。那么在巴学园，她其实仍然会时常调皮，时常闯祸。比如说小豆豆听别人讲，这种大块的牛肉呢都是用钩子挂在那儿的，于是他就去 cosplay 牛肉。他在一大早开始就一只手抓住最高的单杠，然后一动不动地挂在那儿，挂了很久。那老师来问他，小豆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小豆豆大声说，我今天是牛肉，然后啪的一声就摔了下来，摔得一整天都说不出话。再比如小豆豆在学校里面散步的时候，发现地上铺着一张报纸，就很高兴从远处弹跳过来，飞快地跳上去，结果原来是清扫的人把厕所掏口的盖子给这个移开了，然后为了遮住臭味临时盖上了报纸，于是小豆豆砰的一声就掉进了粪坑，然后一直陷到了胸口那么高的地方。就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小林先生对小豆豆一直都满怀信心，每一次校长看到小豆豆就会对他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这个时候小豆豆就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地说，是呀，我是一个好孩子。长大了的小豆豆在写书的时候仔细地解构了一下这句话，他会觉得真是这个词里面呢是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在的，就是小林校长实际上在跟他说，虽然别人觉得你好多地方不像一个好孩子，但是你真正的性格并不坏，有好多好的地方，老师理解你。所以说虽然小豆豆小时候不能够理解先生的话，但是他已经有了我是一个好孩子的自信，所以每当他要做一个什么事的时候，这种自信，这种先生的肯定都会在他心中，甚至于这句宝贵的话让他觉得决定了自己的一生。那小林校长这种资源取向的做法真的是非常的启发我。因为我自己其实不知道从几岁开始就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不喜欢自己，我觉得自己的表现现在这样是不如人意的。但我在想，也许就像小林校长能够对小豆豆反复持续的说小豆豆你真是一个好孩子一样，也许我也可以对自己说博儿你已经足够好了，至少我会想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啦。所以就像我之前讲的学书法的那个比喻，我确实是在跟着小林老师学习如何养育如何养育自己内心的小孩，如何未来养育自己的小孩，如何去和周围的孩子们相处。当然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完美的学校，没有完美的人，我相信巴学园也有他的问题，小林校长也有他的局限性，但是在窗边的小豆豆里面确实没有怎么刻画这些缺点，所以呢我们也就资源取向一把在这里今天也就更多的聚焦在巴学园的这些优点上面。那么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是，巴学园的结局是被烧毁了，因为那个时候是二战期间嘛。那么1945年3月的时候，美国将军李梅率军持续的轰炸东京，其中巴学园就是被烧毁的一座。那么小豆豆当时记载，小林校长一边看着火焰舞动，一边对自己的儿子说下一次我们办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呢？小豆豆写道，小林先生对孩子们的爱以及他对教育的热情比正在吞噬学校的火焰还要巨大，还要炽热。那么巴学园后来是没有再办起来，但是巴学园的理念，小林先生的养育才华
仍然是透过小豆豆的技术流传到了今天，然后也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所以刚刚我们好好的聊了聊小林先生，他作为一个模范的养育者，他是怎么样去理解尊重小孩，是怎么样在一举一动当中去反映自己的资源取向的。稍微拓展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自己没有遇到这么好的养育者怎么办呢？除了我们可以仿照小林老师用他对待孩子的方式去对待自己，去理解尊重自己之外，我们还可以和好的客体相处，就是找那些有益的人际关系。在这些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自己是被悦纳的，自己的存在是被祝福的。就是虽然可能有的时候先天乃至于你小时候在学校里面有些重要关系是不可挑选的，但是作为现在很有能动性的大人我们应该可以找到这些有利于自己培养自尊自信的亲密伴侣家人朋友来建立这些彼此支持性的关系。那与这些事情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件，就是哀悼和修通。哀悼什么呢？哀悼我们早年很渴望有一个理想的养育者像小林老师这样的养育者，或者是一个打折扣的小林老师，我们会有这样的潜意识的愿望，但现实中可能没有得到满足。这个哀悼的过程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么舒服的，但是在接近完成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平静很温柔的体验。你会看到早年的那些客体，就是身边的这些人曾经给你带来的伤害，但你也明白了他们的生存局限，并且不再因为理解他们的这些局限而继续局限自己。同时你也会看到那个幼小的自己，这个小孩曾经为了一种真挚的对于养育者的爱而决定去牺牲自己，去局限自己的一部分来为这个养育者的挣扎而挣扎，为养育者的愤怒而愤怒，用尽自己的力气去实现养育者没有能实现的梦。这个小孩他并不愚蠢，也不卑微，他的局限，他的牺牲是因为他对于当时的养育者有很深的依恋和爱。当你完成哀悼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孩，告诉他你已经长大，你有了自己的家庭，可能还有了自己的小孩。而这个当年被委屈被局限的小孩，他还有他的潜能仍然会被你带着前行。每一份对于这个小孩的理解和爱都会在现实当中与你对于自己的下一代的爱、理解、奉献相唱和，然后让积极的力量透过代际传递下去。这是我在结尾想跑个题说的我有完全跑题吗？可能也没有完全跑题。 OK， 那以上就是关于《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的一个分享，也很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这本书最打动你的地方，以及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本书的话，我很推荐你去读一读，是一本很可爱的小书。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啦，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博尔，我们下期再见，拜拜。